哎，你不是国际性的这样一个平台吗？那我可以用美元啊，我可以用加拿大元，其他的货币来购买你的虚拟货币啊，也是可以通过 C2C 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在币安当中也是非常严格的。Hello， 大家好，我是大方，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昨天下午1点28分的时候，币安的公告中心发布了一条消息，题目是下架 C2C CNY 交易区及中国大陆地区用户清查的通知。C2C 呢是指个人对个人。那我们在币安的网站上，我们也查到什么是 C2C 交易啊？我们看一下 ，C2C 交易是指用户对用户。C2C 交易在某些地区也被称为是 P2P 点对点的交易。关于这一点啊，有小伙伴曾经问过我，说为什么在英文版本里面没有看到 C2C， 只看到 P2P， 这两个是不是同一个东西啊？我当时给他的解释是，可能中文世界的语言环境当中比较习惯用 C2C 来表示个人对个人，而英文的语境当中呢，喜欢使用 P2P。那从这个官方的解释上也论证了我当时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在 C2C 的交易当中呢，用户直接与交易对手进行交易，线下交换法币资产，并在线上确认交易。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在以前呢，交易中心当中是不需要 C2C 交易的，它仍旧可以跟当地银行的网银的接口去对接。币安就像京东啊、淘宝一样，就可以直接从你的银行卡当中划走人民币，而直接给你相应的虚拟货币。在当年出来过这样一个法律，不允许做银行之间用于虚拟货币的交易，所以呢，为了规避这个风险，从那以后啊，币安当中不涉及到人民币法币的交易，才得以规避了当时的这条法律的风险。C2C 的这种方式呢，一直以来沟通我们现实世界当中的法币和虚拟货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好，我们这边再补充一点啊，在币安的官方网站上面也看到了，币安 C2C 是由 PaxPay 提供的技术支持。PaxPay 是一流的数字资产点对点交易促进平台，它通过100种支付方式推动数字资产的交易，这个是 PaxPay 的官网。也就是说，币安的 C2C 的这个环节呢，是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它委托了第三方的公司，但这家公司呢，相对于币安是独立的，但是不是他们有当中的关联关系，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说起来也对啊，如果 C2C 的这个提供的服务公司是币安本身的话，那么币安仍旧还是顶着当时法律的风险，不允许做人民币法币的交易，或者是其他国家的法币的交易，那么它就以这个形式来规避法律风险。币安当中的这个 C2C 服务看上去是跟币安是一致的，但其实它在它的 C2C 的使用条款当中已经明确列出了，这个 C2C 不是他们币安提供的服务，它是由委托第三方公司来做的。牛。好，我们仍旧回到这个通知，如果关闭了 C2C 人民币交易区，那就意味着通过人民币和虚拟货币之间买卖的渠道在币安上应该是没有了。那我们想，哎，你不是国际性的这样一个平台吗？那我可以用美元啊，我可以用加拿大元，其他的货币来购买你的虚拟货币啊，也是可以通过 C2C 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在币安当中也是非常严格的KYC 的认证，也就是说你认证了某一个国家的身份，那你的 C2C 的这个交易只能够用你认证的这个国家的法币进行交易，听懂了？如果你是认证的是日本，那你在 C2C 交易当中只能够交易日本的货币之间进行交易，你是不能够交易成人民币的。好，这条通知的第二部分是中国大陆地区的清查，这也是响应当地政府监管的这个要求啊。但是这个监管的要求呢，以2017年已经开始下发了。那币安呢一直声称是2017年以后是没有中国用户的参与，也没有在中国进行宣传。其实呢，一直以来币安的后台是可以让中国的身份用户进行登记注册，并且进行任何的交易的，所以实质上它是没有遵循2017年94文件的这个执行。这一次呢，中国政府的这个10部委的这个通知当中明确列出了境外交易所对境内的这些人员提供的服务仍旧是涉嫌非法。那随后呢，火币也马上出了清退的通知，币安呢到了差不多1个月以后，也就10月13日下午1点28分的时候发了这个通知。但他这个通知呢又有点耐人寻味啊。我们看一下，相当于2020年的1月份的时候啊，平台将进行清查，如果发现中国大陆的地区用户的话，对其相应的账户将切换至只允许提现的模式。也就是说，一切的这个行为只能撤离，不能增加的一个部分，你也不能够进行新的合约的操作，你只能进行赎回、撤单、平仓还有提现。那这里的提现啊，并不是指提成现金啊。那我看到很多博主在直播当中他抓住这个提现来做文章，
说你只允许提现，你还不是可以直接进行人民币的交易吗？其实并不是啊，这里提现是指把现货提出来，提到其他的冷钱包啊，或者其他的 MetaMask 钱包里面进行去中心化平台当中的这些交易，这个一定要理清楚这样一个概念。这里提现不是提成人民币啊，也就是说在12月31号以后呢，是可以将你的虚拟货币提出来，你也可以不提出来，仍旧放在里面啊。从这条信息上我们看出来，在币圈当中，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小伙伴肯定会有一些烦啊。其实大家也不用去烦，它币安并不是只针对于中国大陆地区啊。我们看一下这条消息，是2021年6月26日凌晨2点51分发布的，它是作为币安合规的一部分，自香港时间2021年的6月26日0点以后呢，币安将更新其服务协议，将加拿大安大略省设为受限辖区。很遗憾，币安将无法继续为安大略省用户提供服务，而且更狠的是，安大略省的用户需要在香港时间2021年1月1日，也就是明年1月1号，跟这次中国的这个时间点是一致的。1月1号0点之前呢，清仓并且提走所有的资产，这个才叫清理。安大略省的用户，你是不能够在币安的平台当中留有任何的虚拟资产，而中国大陆用户呢，留了一个非常大的口子，它也是在考验中国大陆监管层。相应中国 KYC 大陆地区的用户呢，只能账户切换为只提现模式。好，我们再看一条消息，这个是速汇通发布的一条消息啊，他说币安前脚发布清退公告，后脚就跟上了币安 Binance Dap， 币友们可以下载 SafePod 的钱包，然后钱包里面点击币安的 Dap， 然后创建钱包，进入币安 Dap 之后呢，钱包授权就可以在 Dap 里面买卖操作，和币安 App 里面是没有两样的，也无需实名认证啊。SafePod 我们知道，我在有一期影片给大家介绍过，全球10大最好用的冷钱包当中就有 SafePod。SafePod 的创始人呢是 Veronica， 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生啊，她跟币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 SafePod 的官网当中呢，也我想说什么？我想说是在 SafePod 的官网当中有明确的一条，他说是币安投资的唯一的一家硬件厂商，但是没有了，他也规避了风险啊。为了划清跟币安的关系啊，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币安和 SafePod 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他们也是应该是币安投资的一家硬件厂商，而且的他的创始人都是中国人，但是国籍我不是很清楚。那他的团队呢是来自于华为、三星和腾讯原来的这一些非常有经验的这些人士。如果是中国大陆用户小伙伴，我们也是要敬畏权利啊，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这样一个现实世界当中。如果是中国大陆小伙伴呢，我建议大家最好的行动就是不要行动了，不要行动了，不要行动了，就是把币安当中你如果相信币安，你可以把钱留在币安的这个交易中心里面，因为他说了，只是说提现嘛，并没有说你必须得提走，并不是像安大略省一样必须提走，你可以留在里面。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把它转移到冷钱包当中。我之前介绍了差不多有8个冷钱包，那这些冷钱包呢，基本上我都收到了，那有一些还在路上，那我会单独做一期影片来做这个初步的开箱，然后对逐个冷钱包进行一一的试用。也有小伙伴给我反映啊 ，SafePod 它是目前是不支持快递到中国大陆的，那这也是为了规避它这个风险，那主要是面向于海外的这些用户直接可以购买，其他的冷钱包也都是可以的，可以将我们的币安当中的虚拟货币提现到冷钱包里面。这个呢是没有说是涉嫌违法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是中国大陆小伙伴呢，我建议大家最好的操作就是不要去操作啊，躺平就好了。我们静待花开。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市场你已经不太信任了，它不太合规，你可以把它提走。趁现在还可以 C2C 交易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卖走啊。我是不会这么操作的，因为我是坚定的是一个囤币狂魔嘛，我会把这些虚拟货币留一部分在币安里面，看看到底年底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嘛，然后会转移一部分到我的冷钱包当中，或者进行一些 Dap 上面的一些交易，那我也会试用一下 SafePod Dap 里面的这些交易。总而言之呢，如果你是在中国大陆的用户以及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用户的话，那我建议大家还是敬畏权利，然后不要去做和法律对着干的事情。当然我们也要相信趋势啊。那我曾经有一句话说过，这个事情就像一个历史的洪流一样，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无法阻止的。好了，最后我们来分享一下2021年7月1日币安的 CEO 赵长鹏就是 ZC 的一封信啊，就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那我全文也不念了，就大家可以有兴趣小伙伴可以在我评论区下方看到这个 link 地
例纸。过去的4年，加密的资产在全国普及开来啊，的确是啊，特别是2021年开始，我也是在这一年的年中加入到了解到这样一个世界啊，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世界。各个国家呢需要更为明确的监管的框架，事实上监管越多，就说明行业发展的越成熟，的确是这样的啊，因为监管的政策保护是用户在参与加密资产的同时获得安全感的基础。我认为呢，长期而言，成熟的法律和监管的框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让加密资产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加密资产的普及和发展的过程呢，和汽车有着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啊。汽车刚刚发明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这些交通的规则，交通的信号灯、安全带也不存在。随着汽车的上路呢，法律规章制度才慢慢发展起来的。合规是一场旅程，尤其是在加密资产这样的新的行业，行业上有许多不确定性，行业的发展也会带来更多的复杂性和责任。同时呢，他们的合规团队也在不断的扩大，特别在美国啊、加拿大都请了一些政府前官员来参与这些合规方面的指导。比如币安呢，一直以来是不对美国用户开放的。币安呢和完全独立的一个实体币安 US 合作，币安 US 呢是美国合规的并且受到监管的交易平台，能够为美国的用户提供一个非常安全合规的交易平台。那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币安就可以去做这些尝试呢？这也是因为美国的法律比较严苛啊，包括赵长鹏本身现在也是加拿大籍嘛，特别是安大略省的这一块，感觉就是一刀切啊，你完全就不能够为安大略省用户提供任何的这些服务了。好，我们看一下10月13日，就是昨天的时候啊，BNB 这个平台币呢，在之前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涨幅啊，到这条消息出来的时候是有一个差不多到33，差不多有30美金的这样一个跌幅，后来又迅速的拉升了。这是因为这个消息出来之后，的确是有一定震荡啊，包括比特币10月13日1点钟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个跌幅，导致整个虚拟货币市场，我相信是因为币安的这个消息有这样一个跌幅，但是后续呢又有一个迅速的拉升。比特币现在已经恢复到了57000多，那这个消息出来呢，一度跌到了54000多。那为什么 BNB 最近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涨幅呢？ BNB 呢是币安智能链 BSC 里面的一个矿工费的一个主要的渠道啊。如果中国大陆的 KYC 身份的用户呢，在明年1月1号真的是无法在币安上进行币交易的话，那唯一的出路就是这些去中心化交易所是一个比较大的利好啊。币安智能链包括币安的这个 DApp 上面呢，都会分流一部分现在用户的需求。币安的平台币呢是币安智能链当中矿工费的一个来源，所以 BNB 呢，我相信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利好啊。我们看一下 UNI 对 USDT 的交易对，在10月13日1点钟的时候，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振幅，后来又有一个回升，现在还是在持续的上涨。所有这些 Unicorn 这样的去中心化的平台的代币呢，应该是一个近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好，因为很大一部分 KYC 的中国身份的用户以后的这些交易呢，都会趋向于去转移到去中心化交易当中，不管币安的 DApp 还是在 Uniswap 上面进行交易，它都是一个渠道。但是至于如何变现呢，这还是要待于后续的这个观察。市场的行情，比特币7天涨幅了 5.8%， 是24小时涨幅了 3.2%， 目前是57900，一度到达了58000了而已。那以太坊呢是24涨幅 3.48%， 目前是3635。那排名第3呢 BNB 现在是469， 7天涨幅是10%啊。那 Cardano 呢目前的表现不是特别的好，那现在是 2.17。 泰达币就是 USDT 最近震荡非常的厉害， C2C 的这个环节当中人民币只有 6.1 了。那狗狗币呢是略有涨幅，是 0.23。 Uniswap 24小时涨幅 4.64。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所帮助呢，非常感谢你给我个赞。我的频道呢会将我在区块链当中学习到内容，以及一些好的软件、好的 APP， 还有 Windows Mac 电脑操作方面的一些小的技巧，做成影片形式分享给大家。我是大方，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